东哥那个案子嘛，其实之前该扒皮的都扒皮过了，当年很多该发生的事情也都发生过了。东哥背着老婆玩耍，这就是事实，而女方也不是全然的没有心机，事情的本质有点类似于仙人跳。如今女方持续上诉，说到底也是想多要点好处费，对东哥和他的事业造不成太大的影响。这一次，这个瓜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是在于奶茶妹怀二胎。瓜友们知道，东哥这个人很精明的，他和奶茶妹结婚，除了看中奶茶妹的年轻貌美、有知识有才学，能为她面上镀金以外，就是想要为自家企业找一个活招牌。所以前几年那会，他俩的关系有点类似于老板和打工人，东哥是不肯给打工人奶茶妹太多的好处的，这从他结婚前一晚搞了一个未来10年内的1元薪酬计划就可知一二。但奶茶妹很懂得隐忍之道，结婚后一直很是顺从东哥，特别是在宁州女大学生案件发生之际，东哥遭遇了很严重的信誉危机和形象危机，后续正是奶茶妹的力挺以及坚持不离婚，东哥才顺利度过了危机。也因此这2-3年以来，东哥对于奶茶妹算是真正认可了，两人时隔多年拼二胎就是在此前提下发生的。而照此情形推断下去，奶茶妹没准真能修炼成豪门圈的邓文迪 2.0， 届时曲线上位，靠着孩子拿捏住东哥的财富。关晓彤羞辱张艺兴，然后就有网友怀疑是不是鹿晗粉丝 P 的图，想借关晓彤侮辱一下张艺兴，这点倒不是没可能，但其实鹿晗和张艺兴更多是粉丝之间关系恶劣，两位正主刚回国那段时间关系还可以，后面渐渐不来往，是因为鹿晗选择和其他俩人抱团，形成了3缺1的局面，他和张艺兴也就没什么理由来往了，他也间接造成了张艺兴的尴尬处境，俩人现在也早就不联系了。王一博、齐美和